很多台湾人呢，长期受到反共反华教义的毒害，把大陆的一头当作洪水猛兽，似乎只要提起爱国者治台这种话题，台湾岛上就会出现血雨腥风，人头滚滚。然而这正是卖国者们才会做出来的事情。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爱国者治台天经地义，台湾民众没什么好担心的。台湾的几位知名学者近期纷纷表示很担心大陆未来正式提出爱国者治台的相关的政策，并且落实到法律层面上去。在我们看来爱国者治国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呢，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一个人如果不爱国，他怎么能够被推选到治国的岗位上去呢？一个人如果已经承担起治国的责任，那他不爱自己的国家，难道去热爱外国吗？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在中国领土之外是很有一些否定的答案的。有相当多的国家担任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的人，往往更加热爱外国，或者说他们往往更加热爱那些发达国家。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这些国家被帝国主义打得太惨了。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曾经毫不留情地轰炸过一些弱小的国家，把他们的国家炸得山河破碎，人民是颠沛流离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队，因此呢，被选上台的那些政治人物，往往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民族的利益，而是美国人、西方列强会不会生气是以他们的需要为自己的追求。第二种就是这个国家的上层已经完全和民众割裂开了，他们执政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多弄一些钱，然后把自己的子女和亲人都送到发达国家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在很多这种类型的国家，政府首脑全家都居住在国外，甚至于国家元首本身也经常不在国内。在这种情况下，爱国者治国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那就是一个奢望。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民通过漫长而惨烈的牺牲，终于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了自己国家的治理权利。从执政党到人民群众，当然会选择爱国者来理政。虽然从最近几年曝光的间谍案来看，大陆内部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些败类出现，但总体来说，我们的政府和政权是由爱国者的群体来组成和运行的，这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出现在香港。香港的很多政治人物实际上并不关心香港的长治久安，更不关心祖国的繁荣富强，他们所关心的是前殖民主子满意不满意，自己的私人财产安全不安全。正是因为如此，大陆才采取淡然行动，为香港制定了国家安全条例，并且在议会选举中采取了有力的手段，实现了爱国者治港。这一招立竿见影，香港社会立刻从动荡之中恢复过来，实现了社会治安的稳定。港府也因此而具备了条件，开始考虑如何改善民生的问题。爱国者治台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自从日本从清政府手中强行夺取台湾之后，与大陆的分离马上就快要到150年了。台岛上面竟然连一个爱国政权都没有出现过。日本殖民政府自然是不用说了，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全心全意的投靠美国，抓住一切机会给新中国搞破坏。民进党把推进台独、投靠美国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依靠，他们不顾岛内经济停滞、疫情泛滥和人民的呼声，千方百计给每个人输送各种利益。当前在台湾执政的这一股政治势力，不但谈不上爱国，甚至连爱台都是谎言。所以爱国者治台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提出来，也必须要提出来，必须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很多台湾人呢，长期受到反共反华教义的毒害，把大陆的一头当作洪水猛兽，似乎只要提起爱国者治台这种话题，台湾岛上就会出现血雨腥风，人头滚滚。然而这正是卖国者们才会做出来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在爱国者的治理之下，肯定会向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幸福的方向前进。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所指出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爱国者的施政肯定是把本国人民的利益和诉求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权
这样的政府怎么会让人民感到恐惧或惶惶不安呢？这没道理的。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